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首先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以及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张宝珍。运成好，大家好。好，美中贸易战看起来是已经稍微暂缓了，但是呢，上周的川习会啊，川普竟然是爆料了习近平跟官员们是如何相处的。来听这个川普是怎么说的。So he's here, and he's got about 6 people on each side, and every one of those people was standing like this. They were at attention. And I made a comment to one of them, and I got no response. I never saw posture like that. I've never seen men so scared in their lives. They have the equivalent of a vice president. He was. I said, "Are you going to answer my question?" And he's like, he doesn't move. I said, "What's wrong with this guy?" I will answer all questions. 好，这些中国官员他们到底是怕习近平还是怕川普呢？因为现在啊，中国定调，美国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所以来看到怎么样？川习会之后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说啊，对外工作坚持斗争啊，不信邪，不怕压。他说发扬这个斗争的精神，中共从来不信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战胜各种艰难的险阻。好，不过呢，这个对于这个他们跟中国跟美国的这个交涉啊，这个美国财政部长也说了，说中国在多个领域都是无法信赖而且不可靠的伙伴。那么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就马上就说了，我们始终是按照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3个原则来和平处理美中关系。好，在川习会落幕了之后呢，现在啊，这个美中的贸易战似乎只是暂时在休兵哦，尤其这个美国的大豆呢，恐怕还会再断单。因为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落实川习会的共识，中国对美国24% 的关税是续停1年，农产品税也是暂时喊卡。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包括了美国的鸡肉还有小麦等农产品税的加征呢，是继续的保留这个10% 的关税税率的。而另外呢，就是现在即便这个美国的大豆可以卖到中国了，但是他们其实的税率还是比较高啊，因为这次的关税减免呢，还是使中国的大豆买家面临了13% 的关税，包括原本的3% 的基本关税。而对于美国大豆出口呢，就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了。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啊，李承康去会见这个美国的农业贸易代表团的时候呢，美方代表也说了，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重要的出口市场啊，美国农业界是珍视对中伙伴关系，就是因为太需要中国大陆去买我们美国的豆子了。不过现在中国怎么样呢？他们竟然也要摆脱对外界的大豆依赖哦，自己要去研发新的品种。这个是大陆的农科院最新培育的大豆中黄357，它在山东东营试种成功了，平均亩产达到了287公斤哦，实现呢盐碱地环境之下高产创纪录，被视为推动大豆自给率提升的重要一步。好，即便你中国大陆真的是生产不出大豆也没有关系啦，因为现在巴西的大豆也是比你美国的豆子还便宜呀。好，除了农产品之外呢，现在 AI 战呢，中国可能也要打赢喽。我们来看到，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决定要封杀辉达了，甚至呢要求所有已经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的新建资料中心专案，通通不能用国外的 AI 晶片，都只能用国产的晶片。这个是路透的报道，说对于完成度低于30%的资料中心，中国当局都已经要求了，你不能装国外晶片，也要取消购买哦。而对于这个进度较高的专案呢，则是采取个案的审核方式来决定。哇，那你中国大陆不买辉达的晶片，那辉达的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嘛。所以呢，现在黄仁勋也出来讲话喽，他说啊，这个中国2个优势将会赢得 AI 竞赛，还说西方愤世嫉俗的阻碍发展。他说呢，宽松的监管政策以及更低的能源成本将让中国在这个 AI 竞赛中获胜呢。而西方这个愤世嫉俗的做法呢，将会去阻碍发展。好。辉达现在是中国的市占率可能要急速下降了，因为他们通通不用辉达的晶片了。但这个时候 AMD 的晶片呢，竟然是获得了书中许可哦。这个是辉达的这个
AMD 的 MI308 AI 晶片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府允许出口到中国，而这个时候呢，辉达可以出口中国的 H20晶片，因为遭到中国抵制，所以它的市占率降到0了。但是这个 AMD 的晶片能够出口中国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也会说我要摆脱美国依赖，而不用 AMD 的晶片了。好，但是呢，除了晶片之外呢，现在中国大陆最强的一个招就是稀土了。我们来看到呢，现在这个中国商务部也是大举的去招募公务员，要拓编这个稀土出口管制部门。它现在正在进行10年来最大规模的公开招聘，而稀土真的是太重要了，连欧盟也要好好的把握这个与中国的关系，所以呢，他们要建立这个特殊管道。所以目前这个欧盟的贸易专员说啊，这个欧盟已经与中方建立了特殊的沟通管道，以确保欧盟产业至关重要的稀土材料供应。而且他还说，自中方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呢，欧企已经向中方提交约2000份的申请了，其中有过半数都获得了批准了。好，就是因为中国的稀土真的太重要了。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德国福斯汽车呢，也是加码去绑定中国哦。它第一款自制晶片就要在中国为中国。他说呢，将与中国地平线机器人公司的合资企业来开发公司史上第一款自研汽车晶片，就是希望能够深化其在中国为中国的研发能力。那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嘛。好，现在可以看到呢，贸易战还在持续，而各方的布局也是持续的在进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员跟这个川习会上面的表现啊，真的是蛮妙的哦。我们请教亮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像这种领导人出席的场，如果不是领导人受益讲话，你本来就不该插嘴啊。事实上，连贝森特跟鲁特尼克在川普面前也不敢乱讲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正常的。这个我自己也参加过这种场啊，如果党主席是带头的，那就主席叫你讲你才讲啊。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不知道在理解什么，我是觉得蛮怪的啦啊。那因为他们谈的问题，我讲白了啦，在吉隆坡大部分都谈完了啦。习近平实际上根本就在讲自己的稿子嘛。习近平其实在那个釜山会谈的时候，他念的那个稿子也蛮长的，他有在回答川普的问题吗？我认为我们后续看到的白宫还有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双方虽然有一点点落差的清单呐，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事前大概双方就大概知道会怎么写了啊。可是美国显然有2个地方作弊了。所以最后的结果真的不知道因为中国商务部是说，他暂停10月9号商务部那6个公文1年，那个主要是针对中国稀土原料0.1% 的全球长臂管辖嘛。美国不只是10月9号，他说中国已经放宽了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今年4月还有2022、2023。所有的稀土管制的措施全部暂停1年，这个是美国常用的招啦，叫扩大法律解释啊。那中国大陆会不会接受？不知道啊。那第2个就是大豆采购，中国商务部的理解是，未来3年每年都要买2500万吨的大豆，美国的大豆。美国加了一句话，说今年也要买1200万吨。今年已经剩下1个多月了，怎么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贝森特的作弊了啊！美国农业部也这样公布了，他就想说，哎呀，再多吃一点啊！可是我跟你讲，这白宫的这个清单跟中国大陆的清单，最后双方要签字的。所以我坦白讲，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啊，因为中国大陆确实就出船了啦。要去买美国的大豆了，可是初步只有6艘船，那也没多少1200万吨，你以为那么容易运啊？哪有那么容易啊？不管啦，可是我觉得总的讲，中国大陆确实愿意给川普这个下台阶啊。那明年4月，反正川普要访问大陆嘛，
那时候再来谈大交易了，不然我觉得，不然习近平不会讲那个话啦。他说大国就要算大账，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是小事啦，就让你先过关吧，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会让美国，尤其是川普啦，好过一点啦，尤其中国大陆如果看到最近这个3个州长选举，美国输成那样，州长或市长，川普就对了。那川普最恨的人还当选纽约市长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人真好，大概是这样啦。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觉得这种小事要卡住，中美关系的前进啊。我觉得川普最重要的话是从他嘴巴里面真心讲出G2了，而且是真心把中国当作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个我坦白说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是真心的啦。奥巴马那不是真心的啦，奥巴马也讲过G2啊，可是那个时候2014，他怎么会把你中国看在眼里？可是我认为这次是真心的啊，因为贸易大斗、科技稀土，你都被卡住了嘛，所以两国要彼此尊重啊，大概是这样啊。那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很有技巧。为什么他不要辉达，要 AMD？ 因为辉达有一套生态系统，中国要取代你啊，就是CUDA嘛。中国大陆目前有52% 的 GPU 都是用辉达的CUDA， 他要取代掉嘛，所以他当然不能买辉达的芯片啊。可是 AMD 没有这种东西啊，那 AMD 进来只要合规的，我就让你进来，然后增加我的算力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等同的啦啊，因为辉达它的生态系已经垄断了全世界，那中国大陆就是要发展自己的那个运作的生态系统嘛。中国大陆已经看到这一点，它要事实上它已经做出来了，对，就是华为了。好，我们请教这个李胜峰委员。是这样子这个在这一次中美的竞争里，我们先讲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应该就是从此以后，中美会以合作为基础的角度去进行斗争，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那种激烈打来打去的，大概不会，合作为基础。为什么？因为就中国讲起来，他现在跟川普好容易谈出了一个框架了。假如川普垮了，或者在其中选举败得不像话了，变成跛脚了，那今天所谈的这一切啊，到底会有什么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两国在这一次的博弈里面呢，我应该用这样另外一个结论来看，是中国呢终于证明自己有实力，是有信心的退，虽然也是受这个伤痕累累啊。那美国呢是不甘心的撤，因为美国是从来出的时候，世界上哪有谁不投降的？结果没有想到这次有一个叫还跟他凹在那里啊，这个好像武侠片里面在讲的，两个高手在那边出手，然后都跟着都不敢退，然后每个人都觉得会让你死不可，所以心里都在想，你为什么不退？你为什么不退？对不对？我就快受不了了。然后更真的退了以后，两个人一转头都过去刷手，有没有？受不了了。我想中美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把它说一个呢有信心的退啊，一个是不甘心的撤，但是两边认为不能再撑下去了。现在不只是两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这种衍生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我们来看看呢，现在呢，川普要求中国的合作衍生于中国对他，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3个州失败，这两个州一个市，再加上的另外那个公投啊，这个对川普的打击是蛮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是共和党人，你相信你其中选举会赢吗？你当然很紧张嘛。然后尤其加州这样的一过的话，他们一算就会少5席，不要说5席了，3席压力都大的不得了，因为众议员是全部改选的，2年到了，参议员是1/3嘛，所以等等来看，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压力当然是够大的。好，那江宝珍教授，那你怎么看呢？现在川普
好，说到这个美国大豆哈，大豆几乎是美国农产品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它出口呢占它全部出口农产品的14%啊。可是放在全世界呢，美国的大豆大概占了37%，巴西最多占50%啊，所以先前呢，他们有谴责中国，说是很多商品、很多汽车啦产能过剩啊。不过美国大豆也是产能过剩嘛，所以他才要拼命的要找出口的对象。而这美国出口的大豆，过去中国买了它1半啊，所以是非常大的买家。因此，如果中国暂停啊，只是稍微减少的话，对美国豆农的伤害就不得了。我们台湾啊，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我们也是美国大豆的非常重要的买家哈。我们买美国大豆占我们全部进口的54%，那巴西占了41%。我们买来做什么呢？主要是做饲料啊，就是所谓黄小玉的这个黄豆这一部分，做饲料用，所以养猪用。我们全台湾有差不多5000个养猪场。但是这些厂的规模啊都很小，都不是太大，平均大概一个厂只有900头猪。前一阵这个台中发生疫情的，它是只有300头猪。因此，我们有没有必要啊这样从外国进口饲料，然后来这边养猪啊？然后呢，猪价又常常波动很贵啊，很贵很低这样波动。这个我觉得我们农业部啊，还有赖总统要检讨一下。赖总统不要老是相信农业部告诉你说幸福农业，你就认为真的是很幸福，农民很幸福啊，民众很幸福，其实未必。好，我们刚刚就是提到了这个美国自己大豆的问题嘛，卖不出去。那其实除了大豆的问题呢，现在川普头最大的当然还是这个10月5号，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对于川普关税的审理来进行激烈的辩论了。我们来看到呢，因为如果现在这个他的关税被判违法的话，哇，将近900亿美元的关税恐怕不保是要通通都要吐回去给其他国家的哦。那其实这个金额是不是900亿美元呢？可能还更多，可能是到1300或者到1400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到啊，不论是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的大法官呢，是均对这个行政权力扩张是表达疑虑的，因为川普是引用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这个权利法的合法性呢，哇，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两派的法官都在激烈的辩驳。那保守派的法官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尼克森在1971年呢，曾经根据这个 IEEPA 的前身法律征收全球的关税，而且国会后续也来立法为修改相关条文。他暗示说，这个立法机构也就是国会也有默许此做法。但是这一次，川普并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啊，他就直接进行关税的征收了。好，那现在呢，川普的关税案，两大派法官我们刚刚说到都质疑，最快呢，最高法院会在几周之内就来进行裁决。但是川普怎么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全世界，还说呢，这个推翻关税的话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他说不能对贸易伙伴的商品实施这些关税的话呢，那么全世界都会陷入萧条，甚至川普自己也有这个 B 计划哦。他说，如果说这个 IEEPA 不能够来进行这个法源依据的话，还有其他的法源依据，包括了这个贸易法301条款，它已经在启动不公平贸易调查了嘛。那还有另外就是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是以国安疑虑为由来课征关税，要保护汽车、铜、半导体、药品等产业。那另外还有贸易法301条款，是允许短期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期限是150天，甚至还有关税法的338条款是授权总统对于从事歧视性贸易的国家来征收高达50% 的关税。所以呢，川普的招是很多啦，而且很多的那个其他的品项都已经开始来进行其他的关税税收了。好，但是我们看到不只是关税
可能会被推翻，可能要把钱给吐回去。现在美国的政府也是面临一个大停摆耶。那现在川普在这个迈阿密论坛上面表示，还很乐观的说，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梦正在重焕生机，美国梦正在复兴，我们拥有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已经停摆进入第36天了，这个记录已经破了他自己第一任期35天的记录了。而这每周的经济损失呢，大约是4600亿台币哦。这个是分析师的估算，只要延长1周的话，经济损失大约是100亿到300亿美元内，所以它多数预估文会落在大约台币是4639亿元的损失。好，不止经济损失，还有你连交通都不用去进行了，因为现在塔台缺人呐，所以呢，导致可能会要砍10% 的航班，总共要取消这个1800个航班的架次哦，就是因为人力不足，可能会有飞安危险，所以干脆封锁全境，不让你飞了。好，那现在这个美国的政府停摆进入了最久纪录，金融市场也是炸锅了哦。我们来看到币圈、股市通通都大跳水，专家就说呢，这是停摆引发的流动性恐慌。而现在不只是政府停摆，然后还有关税被推翻。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现在的选举，川普共和党是大败，包括了这个纽约嘛，已经被这个民主党给拿下了。而川普怎么说呢？川普竟然说都是因为政府关门，还有因为自己不在选票上，所以才会导致大家把票投给民主党。川普还说呢，民主党人如同是神风特工队的飞行员，可能会毁灭美国。还说啊，就是因为我不在选票上面，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选举大败。但是呢，这个现在的选举结果，纽约呢是这个他最不喜欢的曼达尼成功的当选了。他还说呢，这个纽约市民是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说呢，昨晚的结果让全美国人民面临再明确不过的选择了，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尝试。只要我人在白宫呢，美国在任何形式上面都不会走向共产主义。而曼达尼也没有在怕川普的哦，他直接说啊，川普如果想要对移民下手的话，就必须要越过所有的纽约人，放马过来。好，但是啊，不只是纽约啦，就是民主党也横扫了其他州地方选举，包括了这个加州这个提案也是通过了。这个加州选民呢是以65%的支持率是通过了50号提案诶。这个提案呢是指说这个暂时取代独立重划委员会的权限，也就是允许州议会来主导重划联邦众议院选区。那么民主党就预估呢可以多翻转5席哦，所以导致于2026年的众院版图胜算攀升了。好，那刚刚也说到了，不只是纽约，还有这个公投案，甚至啊这个地方选举啊，民主党还是还胜出了其他的4个城。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评论呢，牛弹琴就说了，这是川普的大麻烦，因为这个选举结果恐怕会引发连锁反应。明年的期中选举呢，对民主党重掌国会，川普恐怕将会提早跛脚。好，如果川普跛脚的话呢，会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有所改变吗？我们台湾又会受到影响吗？请问亮哥，这个不要推论太快了。我跟你讲，目前这个最高法院在审查的案件啊，就是那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审查的重点，大概第一个就是征税是国会的权呐，你有没有越界？那第二个就是这么重大的经济法案，你程序上为什么没有跟国会事先做报告？那就是他认为这里有违宪之余啦，你可以有这么大的行政权吗？啊，那目前确实有很多法官啊。是倾向站在国会那一边呐，说你越权太过了。可是你不要忘了，即便这个 IEEPA 没过，就是你不能够根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来征关税，川普还有其他的法律可以用啊，他还有贸易法可以用，还有关税法也可以用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关税战就结束了啦，你不要太乐观哦，你不要。那么最高法院判川普败诉，你就赶快进场买股票，你不要太高兴了。川普还有手段的啦，因为总统还可以用贸易法，可是会程序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它可以针对各国直接征税，那贸易法它就要针对个案了。
所以每一个就要有一个调查程序，会比较啰嗦啦。可是并不是说他不能做，他也已经在做啦。哎，本来就是半导体啊、药品，他已经在调查他啦。这种人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啊，真的要让他认输，一定要国会产生明显的不同意见，而且要2/3，因为总统有否决权啊，所以你不要忘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这么容易解决了啊！你想一想，国会停摆，我们本来国家停摆了，我们本来以为2个礼拜就结束了，给你搞到破纪录啊！破到那个第一任的记录，第一任记录是35天，今天记录36天了。我没有看到他要让的样子啊，因为民主党不让啊，然后他认为民主党撑不住，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美国的悲哀啦啊。那你说这个会不会联动到美国股市？我跟你讲啊，除非财政部那个钱都不能动，因为财政部有一笔钱，大概接近1兆美元。就不能动嘛，因为大家没有在上班啊，所以你看他最近联准会连续纾困银行啊，也不是叫纾困啊，就拨那个流动性2400亿给银行，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嘛，可是还没到那个临界点啊。那美国没有错啊，他停摆了1个月，大概就损失了170亿美金啊。你就看看美国式的民主就这样干嘛。这个美国民众都不乐见，可是它就是发生了那至于那3个地方，川普选输啊，严格讲，加州影响最大了，因为它可以影响到5席啊。可是我跟你讲，选区重划，你以为共和党就没得搞吗？你加州可以这样搞，我接下来就德州也来搞啊，大家都来划选区啊。那你加州就生出5席众议员，我德州起码也要生出3席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大家都一起来乱搞。那纽约市长啊，我坦白讲，这个对民主党是利或弊还很难讲，太左派，因为他太激进了。他激进到这个程度，我认为民主党的主流也不一定能接受啊。比如说，他接下来要做的租金管制了，这一定会重挫那个纽约的房地产。第二华尔街嘛然后第2个就是搭那个公车不用钱那还要征富人税我们那个他真的很会选举啦。有人说他好像是奥巴马加川普的综合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候选人4亿元当1届就选上市长，真的很年轻。可是就是说你也不要低估他的主力啦，而且纽约市是这么大的国际的城市你等于跟华尔街对着干嘛？这个是不是有利于整个民主党？我觉得还要观察。好，也很难说。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是，这个读民主政治有个基本的道理，我们都晓得，就是民主政治里面，当时限制国王的权利，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限制国王的抽税权呢。就是因为限制税，所以才有议会的兴起，才有民主代表来限制王权的兴起。甚至后面再增加了一句话，就有纳税就要有花园权，这就是整个都会中产阶级兴起，在西方的民主革命里面很重要的，包含美洲的革命也是这样子嘛，就我有纳税我就要有花园权，在花园权在哪里就要针对你，所以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是把这个抽税权呢是放在这个国会的身上。那为什么关税？不要关税，不是卖的人在支付的。理论上是进到那里谁进口谁要支付的，像我买汽车，那关税是我在买车的车价里面去支付的，除非在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那我生产者我吸收，生产者只要不吸收，就是人民在支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法律上能不能过那还有得拼。那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说，假若国会这个最高法院否决了他的这个案子，对他这也是很大的重挫，就证明你做的是不合法。这个不管呢，在美国的一个主流价值里面，法治还是有它一定的意义跟稳定性摆在那里。所以虽然他手上有很多的法律可以用，那你仔细看一下，全部是1974年以前的法律，换言之全部都是自由化以前的老古董。
不，你现在到了2025年了，你还在全部用了，甚至有100年前的法律，有没有？这个，你告诉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家真的是摇头加叹息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呢，为什么对美国的共和党压力是蛮大啊？这维吉尼亚州这一次啊，当选的人他所获得的票数跟哈里斯啊的时候跟川普的比较，他比哈里斯还多了6%的选票。新泽西州呢，这一个民主党的当选人谢里尔，他还比当时的哈里斯啊多了5%的选票。这个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民主党的力道是回归了，是回归，而且这个回归里面带有一股想借这个力量来干倒你啊！这个好像今天台湾想干倒民进党一样的一个味道是在那里的。教训民进党，是，那这种教训的味道是蛮强的，蛮强。那至于说用那个竭力法案呢，这个来变动选区啊，就像亮哥讲的一样啊，你有一招，我也有一招啊，你可以，而且美国历年来搞这个竭力法案也不是第一次啊，对，这不是第一次，只是这次规模比较大啊，目标比较明显，以前都偷偷摸摸的搞，现在是公然的对着干的搞。这个是告诉你，这个国家的党争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啊！这个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它的异化，就是整个民主政治的异化，你已经看不到有任何改革的方式。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革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个的压力大下来的结果呢，那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呢，这个纽约市长啊，曼达尼基本上某种程度是民主党的川普啊，这么很所以他将来的分类是有存在的。最后呢，我要来提啊，美国现在造成了一个人家说劫贫济富啊，不是，我觉得美国现在出现一个党争下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劫生产者，然后来救济懒惰汉了，这是美国的特点了。好，这美国的穷人跟我们的穷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民主党就好好的照顾这些懒汉了，是他的选票，然后共和党就是争取这些呢生产者的这个缴钱的人，那这个国家怎么办呢？很抱歉，是他们的事，我是想不到解决的方案。好，宝珍哥你怎么看？好，这个曼达尼当选啊，我起先有听了他几次的演讲，还有最后他胜选演说，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可小觑啊，他很像那个奥巴马当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味道啊。今年的纽约市长选举有210万人投票，这是历史上最多，而曼达尼得了超过50%，第二名的这个库莫呢只有41%，而最绝的是川普都在为库莫助选，然后纽约的富豪都为库莫助选，但是共和党提名的真正的提名者却只有7.1%的选票，川普根本就忽视他，根本就是牺牲打，完全都不提啊。川普骂他是共产主义者啊，这也不稀奇。纽约有一个小报纸《纽约邮报》，在曼达尼当选的第2天，那么整版红色说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是他们啊，这个反正都是用这种极端化的词汇来互相攻坚。但是我对于川普他说他的这个共和党输也不稀奇，因为你看这个维吉尼亚州、纽杰西，还有纽约市及加州，在川普和卡马拉和贺锦丽竞选的时候，川普都是输的。而川普抱怨说，他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在选票，所以这回会输。这也不尽然，因为在选前 NBC 有做民调，很多其他也有民调，在这几个地方不满意川普的做总统的表现的都超过50%，最多的是纽约市69%不满意他，说不满意他的这个总统表现。那你说他作为一个选举的因素，难道是有正面影响吗？我是不这么认为的。不过我要真正提醒我们啊，要注意这个曼达尼，他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不一定。我甚至有这个感觉呢，他将来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印度裔的美国总统啊。
那这样不得了，这会给美国带来相当大的改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民主党里有一位这个桑提斯啊，他是非常的左派，但是曼达尼跟他相比啊，是比他还要左派，而且还穆斯林，而且是穆斯林，而且印度裔啊，他太太是叙利亚裔啊，哇，这样子合起来这不得了，大家不能小觑啊，要注意看它的发展怎么样。好，我们来看到啊，就是不止这个美国的情势很紧张啊，现在一样紧张的地方呢，还有南海。我们来看到呢，习近平呢，他是在5日中的时候搭乘专机抵达到了南海哦，他是在这个三亚的凤凰国际机场。网络传出了一个照片，是福建舰正好就停在三亚军港，所以呢，从这个舰首至舰尾都挂满了国旗，外界就猜测呢，是因为这个福建舰即将来入列南海舰队，所以习近平的专机呢也已经抵达现场。那这个福建舰的航空母舰5件套呢，包含了歼35隐身战机，还有歼15T 多用途战机，还有空警600预警机，还有歼15D 电子战机，以及直20F 反潜直升机。好，不止这个南海，中国要稳固这里的势力，当然美国也在这里哦。我们来看到这个尼米兹航母呢，遭到了穿插作战吗？哇，这真的是一触即发哎！这就发生在2日的黄岩岛东南200公里处，一共有8艘的美舰参与哦，包括了尼米兹号，还有3艘的阿利伯克级，而旁边呢，则是有前去应对的中国055型驱逐舰，还有054A 型护卫舰与1艘不明舰艇。可以看到这张图啊，彼此的距离都非常的近，不晓得是不是在进行所谓的拦截的这个驱离动作。好，那菲律宾呢，也在南海之中呢，决定要占一席之地吗？他砸钱引进了 KF-25，那么美媒就质疑呢，这是不是要去对抗中国的歼36呢？因为这个美媒的军事观察指出了，说 KF-21能否与中国最新的歼36第6代战机抗衡，是还有疑虑的。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我们刚刚都说到了美军的这个军力啊，可能是比不过中国嘛。结果现在五角大厦想出了一个新招，那就是国防创投。美国国防部呢，准备要对这个牛步化的武器采购体系进行颠覆性的改革哦，让五角大厦去扮演类似这个国防创投的角色，直接对国防企业去进行投资、提供补助、贷款，还有承诺采购，以加速武器开发。哇，就是变成是我们不要自己研发了，我们看谁厉害，我们就去投资谁吧。果然是很美式的做法哈。但是呢，同时间呢，川普也说要恢复这个核试验。那现在最新型的核弹也曝光了吗？这个是美空军的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它被拍到呢，它的右翼下方啊，搭载了2具不明武器哦，外观特征看起来呢，很可能是新一代科技核子空射巡弋飞弹的哦。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川普就是恢复了33年来的尽力，决定要恢复核试嘛，结果就被俄国警告了。他说呢，如果你要试的话，我们俄罗斯也比照办理，甚至还宣布啊，萨尔马特洲际飞弹明年要部署喽。那这个吸核弹头的射程啊，竟然是覆盖全球，也就是它的射程达到了18000公里哦。此举被视为俄方要强化对西方的核武威慑信号。好，那川普这个时候就退缩了哦。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我们要拟定一套与中国还有俄罗斯有关的无核化忌弹，甚至啊，在美军要试射这个洲际飞弹的时候，还去特别提前通报俄罗斯，就怕会一触即发。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从加州的空军基地来发射一枚未携带头的洲际飞弹，他也特别的提前向俄罗斯通报相关的讯息。川普似乎是有点退缩了。不过呢，现在俄罗斯还是已经与中国来结盟，要进行抗美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财长呢，他说啊，这个未来呢将要使用本币来结算哦。现在呢，跟中国之间的双方高达99.1%的结算都是使用人民币还有卢布来进行，成功的来规避美元、欧元挂钩的外国不友好基础设施。不止这个经济的方面啊，在航道上面呢，中国跟俄罗斯也有所合作。这个是北极航道要进一步合作，甚至呢，川普在4日会见这个俄总理的时候，也评价说，中俄关系今年以来呢，在
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中笃定前行，甚至双方也签署了15份文件，包括了贸易结算啊、投资啊、核电站、农产品、卫星导航等等的相关领域。好，现在中俄似乎结盟抗美的态势是越来越明显了。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南海啊，现在的局势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呢？请教亮哥。我这个福建号上次那个三弹射啊，3件套就已经浮上来了啦，就是歼35，还有空警600，还有那个电战机啦，啊，那3个本来就浮现了。所以这次只是增加了这个多用途战机，那另外一个反潜直升机嘛，反潜直升机本来就可以在那个上下登没有问题的、啊。那倒是这个055啊，在黄岩岛进去乱美国的尼米兹航母啊，这个坦白讲是第一次看到，表示中国大陆把黄岩岛视为核心利益。就是不允许你做这个动作，所以以后你如果要来黄岩岛啦，要来台海啦，对不起，我都在你旁边，大概就这个味道了啊。那坦白讲，如果是这个3艘055啊，尼米兹不一定打得过，不一定打得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威慑的用意是非常明显，就表示这是我在意的地盘啊，就是这个意思啦。那至于这个国防赚头没什么用啊，因为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产能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洛克希德马丁赚那么多钱，哪有缺钱？结果徐巧芯他昨天在质询国防部，说他去找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3个主要的制造厂啊，1年只能做26架，你这怎么弄啊？中国大陆歼20一年做100架你这怎么弄啊？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就是它的工业的体系，它的制造能量出了问题啊。那这个当然也包括它的研发的劳工够不够啦，还有一些传统的重工业那些工人他是不是还有啦之类的这个绝对不是五角大厦能够处理的啦。更严重是海军啊，海军造船能量不是更弱？美国造军舰的码头只有4个，他要找韩国做。对，可是还没有嘛，对，没有，因为那个要特别允许，而且韩国初步也只能做修护，它不能造舰，因为这是军方这极机密的。中国大陆可以造军舰的超过12个码头，你怎么弄啊？这个绝对不是创投能处理的啦那至于那个美国恢复核试啊，美国已经出来讲了，说这个不是核试爆啦。是电脑模拟的试爆，那坦白讲，那普京不客气啊，就说你要我就跟啊。其实核武的发展，俄罗斯是超过美国了因为他就独门嘛，他核武发展的特别多了。那当然跟他的国家临接欧洲啦，国土那么庞大，所以需要有很多战略威慑有关美国大部分都是洲际导弹还有核潜艇，俄罗斯是什么都有那如果要来，那大家都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认为美国可以立即得到什么便宜啦，不一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南海的局势非常的紧绷，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局势很紧绷啊，那这个美国也不用去叫什么了，因为中俄会用本币交换，这是美国把他逼出来的。对我俄罗斯我不本币交换，那我怎么合作？而且还有一个大户，他的币值是稳定的，我不跟他本币交换，然后去跟阿三本币交换了，所以本币交换是必然的而且因为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美国不用叫。这个本币交换会产生很多的光环示范作用，所以很多的国家，尤其金砖的很多国家，会一一的进行这些本币交换的贸易尤其中国大陆贸易量是这么大，这个对整个的全世界的金融会慢慢发生很大的改变。那至于这个呢，萨尔马特的导弹应该我的了解没错的话，它是核子动力导弹对，
是核子。那核子动力导弹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在外太空啊，先飞个18个小时、几十个小时，然后再给你断下来，对，你根本没办法拦截，它随时随地都可以下来。你不能拦截的，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把这个核能的这个小核能的燃堆放到导弹里面去啊，就是核子鱼雷也是这样，对，全世界会怕它，会怕它啊。那至于呢，这个菲律宾要买这个 KF-21啊，然后美国说是不是要对36？想多了啦，大概最多歼30，他都对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 KF-21到2026年才可能成军，现在还没成军呢，先买，而且要买的话，也不会轮到菲律宾先买。它全世界的武器是这样子，一定是我创造之后，我本身用到一定的程度，我才会外销，除非我生产的时候就准备要外销，否则的话是不能。那其中亚洲会有一个国家会事先拿到，那就是印尼，因为印尼当时在这个里面就投资了20%，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呢，他拿到不呢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呢，就是讲南海，我想美国应该心里也明白了，南海是中国大陆先是实力的地方，我们不要讲主权，就好像加勒比海是谁在先是实力的？当然是老美先是实力的嘛。不然你把海军带到加勒比海去绕一圈看看，怎么那是不一样的意思啊，根本进不去。对啊，真的不一样的意思嘛。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先是南海，那对美国来讲，南海比台海重要太多了，因为南海出了问题，那它就在整个世界的海军力道就等于莫名其妙被分割成2段。对，所以将来台湾要特别注意，我跟你讲啊，那就是台海会换南海啊。就是台海从此又变成中国大陆管控的内海，然后呢，那南海让美国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航行权了，因为没有台海，它可以绕台湾的东海岸了，但没有南海，整个就是切断成2半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现在中俄已经结盟要来抗美了吗？我们请教宝珍。好，大家提到这个中俄都用本币交换啊，那马上就会联想会不会在金砖国家呢也扩大？其实这个议题过去也有提过啊。金砖国家这个名词 BRICS 是谁创立的呢？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啊，叫欧尼尔，他也是爵士啊。他曾经在卡麦隆政府的时候呢做财务大臣。他最近就受印度的《印度时报》访问，问他说：“你认不认为这个金砖国家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呢，来取代美元？”他认为说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只有2个国家要交换，这比较单纯。如果你有10个国家，大家要共同采用一种新的货币啊，那用什么？用人民币吗？用卢布吗？还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那这种新的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他说，这么一来呢，就等于各个国家会放弃他自己的货币政策，也放弃了他央行的独立性。